欢迎大家收看截拳武馆的截拳道教学影片。我们今天这一篇的内容呢，要跟大家讲解来到道馆呢，每一个学生都一定要听的一堂课。你也必须经由这样子的内容呢，能够彻底的去了解截拳道的基础原理啊，然后我们的基本的概念以及教学方针。所以呢，务必在看我们教学影片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一篇。那如果你对于这个1到9度角的部分啊，你没有搞清楚，你在之后的影片，你可能会完全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尤其在一些面向的部分，所以这点大家务必注意。在学生来到道馆上课的第一堂课，原则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的内容，我们是全部都会一次讲解完。接下来在每一个等级考试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笔试，我们也都会进行这个体能的测试，然后以及动作的考试。那等到段位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一个所谓的搏击的考试，然后以及都要考教练的话，你也必须要进行教练实习以及教练考试等等。截拳道在这个段位考试的时候，有一些等级的时候会有笔试这个动作。那第一次的笔试就是在红绿级这个时间。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截拳道的笔试要考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截拳道的笔试呢，在第一次考的时候的范围应该讲说是最集中的，就是锁定在大家有上过的课程，然后我们有发讲义给学生，会跟大家说明一些关于师傅的武道示意，然后以及呢这个截拳道所有的应用原理跟概念。那其实只要上课有讲到的东西呢，原则上在考试的部分都会考到。正常来讲啦，也不会有多少人在笔试这上面滑铁卢啦。那大家正常都是会过的。再来就是我们的软体操的测试，也就是拉筋程度的测试。那在截拳道来讲呢，或是以在我的道馆来讲，我们不会特别要求说你的腿筋要拉到全开，我们只会希望说学生在每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在这个筋骨的柔软度上面都是慢慢的有在增加，而不要说一直都卡在一个位置。那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天生筋骨比较硬的学生，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期许他是尽量的多花一点自己私人的时间去做练习，因为你的筋骨硬，你本来就比较容易受伤，你也比较消耗体力。再来，你在肢体的使用上面，你也本来就会比较过力，也容易进入一个不协调的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硬体操，硬体操也就是体能训练。但是截拳道设计出来的体能训练是非常非常符合武术上的使用，它可以让你的体力变得很好，它也可以让你的耐力变得很好，我们也会训练到爆发力。但是它对于这个肌肉肥大，也就是你要练壮它可能就不是那么有效，因为这个不是它的目的因为武术家所需要使用的肌肉跟体格，跟健身房健美它所需要的体格类型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我们也会搭配一些重训，我们也会教学生怎么样在健身房去进行重点式的训练可是还是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其实以武术家来讲呢，你需要用武术家的训练方式，而不是用健身房的健美的方式去做训练。你会发现，你用健美的方式去训练，在你的武术上面其实不要讲说不太有帮助甚至可能会有阻碍，因为你过度僵硬的肌肉，然后你又缺乏所谓的肌肉的均衡性的时候，它在你的整个肢体使用上面会产生很大的阻碍。这在我教学将近20多年来看到的很多，从以前的师兄，他们有练健美的，在练寸劲，在练搏击，在练很多的技巧上面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也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让他们的肌肉软化，然后有弹性。那当然，如果你在训练上面，你本身很清楚怎么样去训练出柔软又漂亮的肌肉，就像师傅李小龙这样，那当然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但是坦白讲，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大家在时间跟精力上面也都很有限，就不要去把这个难度设得过高。我觉得好高骛远是在学习任何事物上面都会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阻力。我们应该要一步一步的去调整自己，等到你有那个能力你再去设定远大的目标，不然你只是一直在增加自己放弃的这个机会而已。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解的部分就是关于截拳道的原理。截拳道是不是李小龙师傅所创的这个武术？那大家当然知道师傅李小龙，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截拳道是什么。其实你真的要说截拳道是什么或是什么的时候不如让截拳道3个字消失罢了。这个是师傅李小龙留下来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要表达的是，截拳道其实我们并不是去自诩我们自己是一个门派，
而我们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融合跟整合，所以才会有人讲说啊，我们这个师傅李小龙啊是这个 MMA 的始祖。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啊我们在学这个武术，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学任何的格斗技，或者是今天在学运动或学任何的专长，其实我们的现在人的学习模式跟方法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都是一个很专精朝一个方向去走，然后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可是现在的方式跟社会环境的变迁，会让我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改变，比较速食化，然后比较的失去所谓的根源。以前的电脑工程师在设计这个软体的时候，他们都会知道这个硬体的结构、硬体的原理，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机械语言。那到了现在就不是了，有些甚至你不需要懂编码，你不需要懂电脑，你就可以利用一些软体去进行所谓的编程的动作，这也就是一个改变，也就是根源上的改变。这种东西其实不只是出现在这一个电脑界里面哦，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像以前开车的人都会修车，现在开车的人可能某个角度连喷射引擎或者是化油器引擎，然后电车、柴油车这些东西可能就都有点搞得不是很清楚。而我们因为获取资讯太容易，导致我们对很多的源头开始产生忽略。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我在强调是我个人认为，我不代表整个截拳道。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普遍在武术界发生的东西，尤其是很久之前，前几天刚好我在跟学生上课去提到关于防身术关于这个夺刀夺枪，或关于女性防身、儿童防身，反正巴拉巴拉一堆的这种东西。那为什么大家会说它是防身术？其实它是一个很浓缩、很简短、所谓的很精要的一种技巧。然后包含女生拿电击枪、拿防狼喷雾剂，诸如此类。可是我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有捷径。今天就算你拿了一个傻瓜软体你还是要去完成它很多的步骤。比如说你有个傻瓜的 AI 的这个编图软体你至少也要有相机，你要拍照，你要懂得下载。然后它的 AI 要把你美化成什么样子？是把你美化成一个俊男美女，还是把你搞成一个蛇精？这个其实都有差。所以一样的软体到了不一样的人手中，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比较会修图，他比较不会修图，还是他有美感，他比较没有美感？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关键的东西叫做熟悉度。你对任何一件事情的熟悉度会决定这件事情它应用出来的结果，尤其是针对这些所谓的速食技巧。比如说你今天学个防身术，有女性防身术来讲，他们会告诉你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抓着反过来，然后告诉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好，那这么多的这样那样，你就会发现在现场你在学这些技术的时候，我跟你讲一次，跟你讲2次，其实你都还是不会的。跟你讲5次，跟你讲10次，或是你在那边练习了5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你可能才稍微的去掌握到这个技巧的使用方式。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大的重点？不管你学习的任何技术它再精要、再简单、再特别、再神秘，到最后你还是必须要练习。练习，你才能去熟悉这个动作，然后呢，你才会稍微学会这个技巧。到最后，你还是会发现，你必须要熟练它。你要熟练一个动作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它。所以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再快的东西，你还是要经历这些阶段。它绝对不会因为它本身的设计或发展原理很单纯，你就可以去加速这个过程。你还会牵扯到个人的天赋。然后再来，你还会牵扯到你这个个人的个性质。我每一次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教我2招，或者是今天这个我如果是一个女生，或是我一个很瘦的男生，我今天要怎么样去对抗比自己强大的人？好，今天如果你是个女生，然后有男生想要强奸你，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反正可以那样，可以这样。我告诉各位大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顺从他。然后等到他把你压倒在地上，然后准备要性侵你的时候，你就很温柔的抚着他的脸颊，告诉他让他冷静，然后跟他讲他可以来没有关系。然后等你的双手解放的时候，你扶着他的脸的时候，你就把你的2个拇指
然后插进他的眼睛里。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就会知道这个很有效啊，非常有效。你也可以偷偷的把你的手伸到他的蛋蛋，然后抓着他的蛋蛋，然后啪呲一次把它捏爆。这2招对于男性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可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有很多的阻碍。第一个最大的阻碍是你是否冷静，你能够想起这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是否有那个勇气，很下定决心的，狠狠的把你的2只手的拇指去捅进别人的眼睛里面，不管你有没有捅到他的眼球。我在那边可以跟大家讲啊，要捅爆眼球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摸一个陌生人的蛋蛋，然后使尽力的一口气把它给捏爆？牵扯到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技巧性，这些东西没有技巧，这些东西是最佳的防身术，最有效的防身术。然后任何一个男性被这2招的其中一招爆到，原则上大概都是终身心理跟肉体都会受创那代表什么？其实，在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之前呢，是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办法横跨出那一步去做到这些事情，否则这一些最有效的技巧你也用不出来。第二个就是你是否有去复习这些动作。其实我告诉各位就算一个这么简单的，把2只手放在一个人脸上，然后拿2只手指去捅他的眼睛的这件事情，它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因为人会动嘛，会晃嘛，会摇嘛，会激动，会兴奋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的有效去控制对手的状态。然后包括你去摸他，如果他没有蛋蛋呢，或是他只有1颗蛋蛋呢，或是他的蛋蛋大到你握不住呢，反正我告诉各位，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跟变数，或者是他根本不喜欢人家去摸他的蛋蛋，之后也有人不喜欢顺从的被害者，他可能就是需要你挣扎跟兴奋，搞不好你很冷静，他搞不好俩拱。所以我们的世界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去界定的。那你今天如果要学习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去学习是一个，它尽量的让你去应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可能，而不是告诉你1种情况、2种情况、3种情况，就想要让你利用这1、2个招式去面对这些情况，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可以保护你，这些东西可以改变你，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变得更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跟教学。因为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学习武术你不是只是应付那1、2个情况，其实学习武术最重要的是可以去从你的生命当中对你这个人产生改变、产生影响，进而的让你变得与众不同，然后让你能够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以及面对自己的改变。我觉得这才是武术带给我们最大的真谛，而不是一天到晚去争强斗狠，打不打得赢谁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讲坦白啦，大家在网络上这样子看，大家其实都是挑软的打啦。你强怎么样也强不过你也不会成为地球第1人啊。然后你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心态，随着你的事业的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一开始就是为了要博版面，或是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演出，那到最后呢，其实还是返璞归真了嘛。所以其实绕了这么大一圈，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其实截拳道在它的整个基础构成上，它所想要拥有的是以咏春为基础，去有太极，后有泰拳，有西洋剑，有空手道，有跆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中国武术的精华，甚至是西洋式的拳击，这些东西去融合成了一个截拳道。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讲说融合，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你是一个练跆拳道的人，你当然踢一踢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要加强你的手部嘛，那你就会觉得，手我可能跆拳跟空手去进行结合，或者是我的这个手部的部分啊，我去跟这个拳击去进行结合，逻辑很类似，就是这样并不是我们要去凸显我们比什么武术优异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其实所有的武术在最后一点的时候，你都会慢慢的走向这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一个所谓的整合。所以我觉得不如说截拳道是一个门派，不如说截拳道是一个，它是一个整合，它是一个融合，它是一个告诉大家武术应该是要把门给打开，把心给打开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截拳道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大家其实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是只要讲到这种理论课程，只要讲到这种东西这个课程都会拉很长。那我在这边大概只会简单的做一些基本的讲解，我希望把这个完整的讲课的东西留下来，想听的人就听，想了解的人就了解。
那你可以吸收获得就吸收获得，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是屁话，那就是屁话，我无所谓。那最主要的是，我只是想要把我的理念跟大家分享。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截拳道呢，是一个告诉大家去 open 的这个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前几年在流行的这个传统武术的争议，尤其是中国大陆，然后传统武术的不堪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大家都挑软的打，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挑冠军打？第一个是冠军懒得理你嘛，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会去接受别人的挑战？他们接受的挑战呢，都是很明显他们知道比自己弱的人。那再来，为什么会去打传统武术？其实这个就回到原点，我其实并不认为传统武术不优，但我也不是一个传统武术出身的人，截拳道当然也不属于传统武术，可是我们确实是从里面吸取了很多精华，关键就在这里，精华。刚刚一开始在影片当中去聊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源头，我们忘记了很多事情的根源，我们跳过了太多的东西，然后只去练我们认为有用的这一段，也就是素食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流转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坦白讲，现在的传武会为什么某一些，我不要讲全部，我要强调是某一些，因为我还是有认识传武算是蛮厉害的人。那这些人为什么会他练什么打起来完全不像什么，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用，只能够在道馆里面自己爽。其实现在的这些50岁、60岁，的这一些传武的所谓的高手，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他们早就已经是素食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师傅，甚至是他们师傅的师傅，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这一些武术还是非常够力的。原因是什么？时代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就像环境。以前你必须要真材实料，要争强斗狠，要一天到晚踢馆，然后要打，然后有很多人会拿斧头、拿刀。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的实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今天讲什么 MMA， 你讲什么 UFC， 你讲什么？我今天讲，哪怕我啦，你今天找个10个人，然后拿个斧头跟开山刀朝我冲过来，我的第一时间我也是要跑啊，对不对？我想那么多干嘛？我今天打赢了也残废，打输了就横尸街头，你要去争什么？但是我要强调有人一定会讲 OK。10个人拿开山刀跟斧头，我罩得住，那恭喜你。那我只会认为你叫很有种跟很敢讲，我不会认为你是高手，因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就像我今天不会去找老虎单挑，我也不会从101的大楼跳下去，因为那已经超过合理的负担范围。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认为练个武术，我就可以以赤手空拳之姿，然后去面对10个人拿武士刀、开山刀跟斧头，我真的要告诉各位，你们真的电影看太多，然后不要把武术想得那么厉害。就像今天，就算你的英文练到有多厉害，也不代表全地球各式各样地方的方言，或者是全美国，然后它的这种方言，然后医疗用词，你也都全部都懂，然后一次可以打10个但是我要强调，打10个不是不可能，看你打的是谁从你打的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到打的是10个 UFC、MMA 的冠军，这10个都差很多，所以不要再去沦落到这种文字狱。大家在学习武术或在追求这种自我成长，最重要的 focus 点放在我讲的这个字，就是自我成长上，不要去做无谓的比较。今天这个人很强，干你屁事；今天这个人很弱，也与你无关。这门武术很厉害，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投入，你也可以去嗤之以鼻，因为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网络文化就是这样，都喜欢把事情搞得好像跟我很有关系一样。其实讲坦白的，真的是干你屁事。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保持着一个感激的心网络上现在的 YouTube 啊，或是什么 FB。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去吸收跟成长，进而的让我们学到很多事情。可是当然也有很多事情我们会去屁它、去喷它。可是很多事情我真的觉得你就屁在心里、喷在心里就好了，你何必要去浪费你的时间打字？有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去感激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反而还要去嫌弃。但是我觉得评论是一回事啦，如果你那么爱评论，你就评论吧。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去评论。就是有的时候帮人家觉得影片不错，按个赞其实我也很欣赏这些制作者。那不喜欢的我就不要去看就好了。所以不要把
整个生态搞得那么复杂哦，已经绕很远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会讲到太远。所以其实到最后我要讲到的点是什么？我们失去了根源，在失去根源的情况下，你会很多事情你搞不清楚。就像练套路，为什么要练套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那个什么幻象无影鞭手啊，还有什么太极拳被秒杀，咏春拳也被秒杀，什么拳都被秒杀？这原因出在哪里？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学到他们最先的前面的实战派的这些师傅一直留下来的，因为环境变得很和平，你不用再打打杀杀，然后师傅也会觉得。我今天教给你的东西，我希望你学到精华，学到精神，然后不要让你有那么多的实战，因为你可能会受伤，可能会怎样。至少我是这样。其实以前我在刚开始开道馆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实战教学的，然后跟学生常常进行对练，然后怎么样的。到后来我也慢慢的随着时代的改变，然后我发现怎么来的学生的体能越来越差，心态有的也越来越奇怪，然后很多的想法也很奇葩。然后最后就发现，从所有的学生在第一次，就是各位在看的这个教学等级红绿级的考试，从来没有人没有过，到突然有一天，全班有80%都没有通过第一次的考试，我就发现时代真的在改变，然后人性真的在改变，环境真的在改变，大家开始对于学武，甚至对自我的要求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让这些东西失传。所以，当你在学这个套路、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一个动作，然后你的一个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些动作到底在表达什么？就像在练咏春木人桩、截拳道里面，大概唯一有2个比较固定式的动作，就是我们的1到7个基本攻防姿势，以及我们这一个木人桩24式。那这个咏春木人桩24真的大概就是我们唯一在截拳道里面会练到唯一比较有套路感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些套路其实真的是精华，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它可以去训练你全身的协调，它可以去训练你的耐力，它可以训练你的配合、爆发，以及你的节奏、你的身体的控制，甚至到你的美感。在这一些之后，你是否有了解这些套路的精髓跟根源？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动作到底要带给你什么？它到底要教你什么？这些动作你要如何拆解？你要如何的应用在实战上面？你要如何去了解每个动作在什么时候使用，以及每一个动作的属性是什么？这些很重要。可是试问，现在还有，如果你今天是在看我这部影片，你有接触过传统武术，你有练过套路的朋友，你们的师傅、你们的老师，或是你们的学长跟前辈。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些东西？他们有没有那个耐心，一步一步的去拆解，告诉你这每一个动作，你每一个手势，你这个手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手为什么要这样？在这里的原理是什么？这个手到底要摊还是要整？好，那手这样跟这样到底有什么差别？除了名字不一样以外，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跟肌肉每一部分产生的影响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如果没有，2个原因：一，他没有耐心跟你讲，他认为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这个几率大概占1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是简单的讲，他也不知道，也没有人这样子去告诉他，因为这是很复杂、很深层的东西。这就像你可以开一台车，教你开车很简单，要教你把车开得好，稍微困难。要教你开车开到可以去比赛哦，那就更困难。那要再把你教到可以把汽车分解开来，再组装回去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超级困难。再把你变成一个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想得到它的改良方式，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或是你可以知道每一个零件的用途是什么，这个就是更困难中的更困难。所以我现在在比喻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稍微明白一点？你要学会一个动作很简单，你要熟悉一个动作就开始有困难。当你要了解一个动作更困难，到最后你还能够把动作整个分解拆解了之后，甚至你还能完全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进而的把这个动作进行改良，那又是超级超级的困难，因为这已经不是牵扯到你努不努力的问题了，这甚至牵扯到所谓的天赋的问题。所以讲了这么多，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武术这条路很复杂，也很不复杂。
很复杂的就是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你一辈子都学不完，就如同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一样。很简单的是什么？你只要去做就好了，你只要去朝一个方向努力就好了，你只要顺着你的心走就好了。今天你觉得截拳好就截拳，你今天觉得柔道好就柔道，你今天觉得泰拳就泰拳，你今天觉得自由搏击就自由搏击，你觉得什么好就好，你不需要去觉得谁不好就不喜欢他，你也不需要因为喜欢他而特别偏袒。因为我要强调给各位哦，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把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武术给学好，你一定要懂得 open， 你要去打开，你要去接纳各式各样的技术，你要去接纳各式各样的精华，否则你也是会变得像某些传统武术一样，只是关起门来自己爽，永远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外面的世界，那你就会被打爆。所以截拳道的基本的概念原理就是这样。从咏春结合各大武术运动精华，然后再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慢慢的调整、慢慢的调和，然后慢慢的融会贯通，就变成了属于每一个不同教练的特色截拳道。所以你说一路三度，或者是你说任何一个你听过的截拳道的老师，或者是包含连我自己在内。我可能从教学的这20几年来，我的截拳道的风格跟模式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在变化，而课程项目其实大概每隔个几年我就会进行一次的微调，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更符合当下这个时期的环境跟学生的需求，也才能够把截拳道变得更具有所谓的个人的个性，也才能够真的去让截拳道变成是属于一个很自由的武术。这个就是每一次我都会跟学生去讲解截拳道原理的部分。